好，应该就开始了。然后今天的直播主要是，介绍一下祝祖祥教授的312经络锻炼法。在这之前呢，我先，提前感谢一下，原来如此网友的打赏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发大财。啊，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了，还是冯老师跟我们一起。您原来了解过这个祝祖祥教授的312经络锻炼法吗？我看过一本书，见啊，到介绍这个，试过吗？没有，啊，我这个是跟这挺有缘的，就祝教授呢，他是，呃，80年代开始就在推广这个312经络锻炼法。他原来是在中科院做这个经络实质研究的嘛，主要是嗯通过物理啊、生物的一些现象，做了很多这种经络的实质研究。因为当时国际上是有一个针灸热，主要是对，美国的针灸热，呃，很多人对针灸感兴趣，而且看到疗效。嗯包括就是国内有一些这种针刺麻醉的临床实验、临床应用，然后国际上引起的反响挺大的，但是有相当大的声音就是质疑你这个是不是造假呀，是不是经过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没有什么依据，认为它，反对的声音也很大。所以当时中国呢是政府组织中科院，还有一些相关的医学院校、医院做这种就经过实质的实验研究，还有相关的这种中医的针灸的研究，就做了大批量的。其中祝教授就是他做经过实质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物理学、电学还有生物学的一些研究，包括大规模人群的一些经络敏感人的这种验证，发现了很多的现象。原来他应该是也是不太信这个东西的，对，啊，但是他通过实验确实看到了，而且自身受益了。之后他退休了吧？应该是，他是1923年生人的，等于80年代的时候他就退休了嘛，60多岁。然后他又做了这实验，所以就开始研究说，哎，这个经络这个实验做出东西来了，有数据，然后有这个现象。我看一下这个直播，应该没问题啊。有这个现象，这个从科学上来说是有的，但是怎么应用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针灸效果就好，有的人这个按摩推拿点穴的效果就很好，有的效果就不好呢？啊，就说普通人的话，没有这个中医的知识，能不能通过这个经络实践来让身体更健康呢？他就是自己琢磨了这个312经络锻炼法，哦，当然借鉴了很多传统的养生的功法呀、中医的这些针灸经络穴位的这些方法，所以有了这个方法。他从80年代就开始推广，一直到他去世吧。去世之后，好像也有他的相关的组织一直在推广，包括海内海外都有。但是我感觉，可能年轻人接触这个比较少，所以用的不太多。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他一开始80年代刚开始推广，就是在我家那边，北京燕山石化是他第一站。哦，直然后接受益，就我当时肯定还小，就没收益，但是嗯家人里面还有就是认识的一些长辈啊，就当时就参加过他的讲座，然嗯，后有一些这种培训班啊，还有这种哦算是活动吧，就组织大家定期的一起做这个312。哦，好多人都受益了，因为我们那儿就是国企嘛，国企当时好多工作其实挺辛苦的，好多人也生病，包括它这个化工产业也是重污染产业嘛，对对对，好多得癌症啊，有得胃病的，还有这种脑出血的特别多，很多人都从中受益了。啊，我当时就有这个印象，对，也跟着做了做，但是可能当时也不懂中医，所以对这个理解不是很多。但是后来我不断的看到新闻报道，就是祝教授推广他这个312经络锻炼法，包括最后我们看到，就是他本人也是受益很大。他是1923年出生的，嗯哼，2023年才去世，就是等于是新冠的时候去世嘛。100，对，100岁啊，而且看最后他几年的身体状况还是都不错的。嗯，你不能说光是这个受益吧，但我觉得这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试他这个方法。我们今天就是，简单讲一讲，具体原理的话就不涉及太多，大家感兴趣可以扩展阅读。但是具体的方法我们讲一讲。叫祝永香是吧？对，祝总香，祝总香，总香，对对对对，我以啊，前是广州那个红光经络，哦，我第一次去做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照片，哎，我说这个人，他们就说是发现经络的第一个人，就证明他事实验证存在，验证，对，验证他事实对。第一，对，他的好多实验数据也用到这个312的方法里面了，包括就是他推广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一些对穴位的认识啊，还有对经络的认识用的方法，
就可以知道它是有很深的这个物理学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是他应该是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的，所以他的想法呢和我自己的这个中医的实践当中，我觉得有一些参差。然后我就补充一些我个人的理解，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效果会更好。当然你要觉得太复杂的话，也可以就按照祝教授的这个方法，他的方法比较简单。嗯首先咱们就讲这个312锻炼法，三就是讲3个穴位。嗯哼这3个穴位呢，就是合谷穴在手上，然嗯哼，后手腕上就是内关穴，那个，然后小腿就是足三里。嗯哼，好多就不了解中医的人，他都听说过这3个穴位，就用的太多了。四种穴歌里面就是提到的，嗯哼，就是面口合谷收，都是然后肚腹三里留，呃心胸内关没关系，收，然后小腹找三阴交，就嗯是嗯嗯嗯这个四种穴。它的组织范围是非常广的，保健的效果也非常好，有大量的临床试验、临床数据都是说明这些穴位，你如果正确的用了，应用的话，都对身体健康啊、预防疾病、治疗疾病有很好的帮助。但是前提就是你方法要正确。我我看到有很多用这个312经络方法的，他可能就是看了看书，或者是在嗯，网上看了一下朱教授的这个视频，然后穴位也没有找准，然哦后刺激方法呢，就是很简单、很直接的那种想法，就是哎，我怎么疼怎么来，怎么哦刺激怎么强去刺激。有好多人就把这个穴位啊皮都弄破了呀，都流血啊，甚至就都一块儿都发黑了，那个刺激太强了。但反而是把这个穴位它本身的功能就破坏掉了，保健效果反而就没有了。我们一定是要科学的去应用。就包括朱教授他的方法，你如果认真去学的话，他的方法还是很科学，而且很容易实践，嗯哼效果也是很好的。我们就先拿合谷来举例吧。嗯哼，合谷实际上穴位不是说一个点，穴位它是一个立体结构，而且是一对个区域，它是在这个经络上面的精气出入的地方，所以叫穴位。对，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山里面那个山洞，嗯哼，就是你在外面呢看，它好像就是一个平面，嗯这缺了一块但对是里面它有深入的东西，对对对，不是说只是这一个平面的一个结构。这样说就立体了，对，所以我们叫穴位嘛。穴位呢，对那简单来说就是虎口这个位置。我们把大拇指的这个横纹，第一节的这个横纹对准虎口的这里，然后落下来的时候，指肚，指肚，一定不是用指甲，我们所有的穴哦位都不要用指甲去刺激，哦用指甲刺激就特别容易把皮肤弄破，哦反而效果不好。如果疼痛这种感觉超过了你正常的经络的感觉的话，那它经络的效果就没有，反而是一种疼痛感受器在起刺激作用，哦，不是就是不要疼痛那种，就是稍不微有点要疼痛。麻胀，一会儿我们做对了，你感觉一对，下这个感觉。一般看你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你哦，的经络的通畅的程度、身体的疾病状态、健康状态，决定了你刺激穴位时候的感觉。感觉哈，因为它穴位一个是可以治病，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诊断疾病。你不哦，同的感觉，这个挺好，就说明你的身体状况的情这个有道理，况不一样。对对，我们就先找到这个合谷这个穴位，嗯手在这里呢，这个位置，嗯哼大概呢就是我们第二掌骨中点的这个位置，嗯哼这是一个区域啊。嗯哼这个区域是很大的，而且它有上有下，嗯哼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情况会位置会稍微有点差别，但是位置都是这里，嗯，这就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他认为治疗的是上焦的部分，就是我对，们胸膈以上哦从这个锁骨往上，头面嘛，面口合谷对，收，就是我们的眼睛、鼻子、头颈椎，包括咽喉这些地方，它有不舒服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合谷这个来治疗、来预防，就是好的，上焦。然后方法呢，我们先讲祝教授的方法。祝教授的方法，他就是从物理，他认为通过物理你一个生物的压电反应，嗯哼就可以刺激到这个经络，然后经络呢就可以反馈给身体，达到它的健康保健治疗的效果。所以他的方法就是，呃，每分钟，嗯哼，呃，应该说是2秒钟一次，两秒就是你钟一次，摁一下1秒钟，然后松下来1秒钟，哦，就是垂直摁压，一定是我们这个皮肤在这里，它是嗯垂直摁压下去的。
所以就是一放松，二放松，三放松，就是这种节奏，不哦，用太快，也不能太慢，然后也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好哦，多人就认为按摩就一定是力量越大越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误区，哦，力量一定是合适才行，就是温和一点哈。温和一点。然后你要逐渐找到这个感觉，适应这个感觉哦，啊，不是力量越大越好。我们知道这个牛顿定律就讲了，就是力的三要素是嗯，力的方向、大小，还作用，有作用点。作用点就是我们的穴位，嗯哼，那方向就是垂直，垂直，这个才起到大小的。所以你如果光强调大小，不强调作用点，不强调方向，这个都是没有意义的，对对对。只会把你的皮肉受苦。好多人就说你就变成自虐了，就没有起到治疗保健的效果，反而是让这个皮肉受苦。这个垂直是指度跟它垂直是就是你力的方向力的方向垂直，垂直于皮肤表面。明白。指度就搭在这个位置，然后对是力的方向是从上往下垂对，直用力。就不要用指甲，一定是用我们的指肚。指度，对，对，刚才一直然后用的时候呢，尽量是就是手指不要弯折，就是啊，尽量是伸直的状态，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弯都可以，但不要就是反向的这种，反向的话容易伤到你自己的手指哦，啊。这是祝教授的方法。那从我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像我学的安春如古法按摩的话，嗯他们讲叫定点运穴。定点晕眩呢，就是我们手放在这里，嗯哼，你手放在这里，就是一个刺激，就不需要动了。嗯嗯嗯然后我们一般讲的就是你可以握手，嗯握住自己的小指、掌骨这里，就是嗯握手握住，嗯，不要用力吗？还是不需用力？要用力，不需要用力。然后我们就是呆坐。大家想啊，这个祝总祥教授312锻炼法，他提的是叫每天25分钟打通全身气血。怎嗯么来的25分钟呢？嗯刚才我们说了三就是3个穴位，嗯他讲每个穴位你每天刺激5分钟，嗯左右手、左右腿，嗯然后那就是6个穴位，嗯，差不多一个穴位2分半。2分半，对，大概我们2秒钟一次的话，就是75次到嗯100次。我一般自己习惯就是数100下，啊，然后就是不换一个地方。动数100下了，这样子对对，等于是，或者你看表2分半也可以。嗯嗯嗯这个就和整骨疗法 orthopedic 他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他们这种筋膜疗法，然嗯后一些这种筋膜点的刺激的话，也是要求90秒钟，就是1分半以上啊，才才有有作用。效果，或者它效果才好。可能跟它这个循环有关系啊，就是那个跟它的人体的筋膜张力啊、血液循环、淋巴循环都有很大的关对系。就是你要90秒以上，它才会有效果。然后一般90秒你很难精确，所以大对，家就是大概2分再钟，多一点，就应该2分钟、2分半，然对，后我们换一个位置。这好办的，你也不用动是吧？对啊，这就是定点运穴嘛，就是你只要是一个持续的，有一个感受啊，不要动来动去就可以了。嗯实际上，一般我自己感觉是要到1分半左右，嗯你这个经络的感觉、感传的这种感觉才会出来。就是你静止不动，身体放松，越放松越好。保持这个姿势，可以放在这个身体前面，就手握住了，你也不需要说握手一样使劲对用力，啊，只要放在这里就可以了。这个有点像，佛家或者道家说这种手印啊，啊，手印其实也有这个，就太极印就有是这样，对。这个是简单的，就是大家觉得我自己手没力量呀，或者是什么，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我只要放在这儿2分半，然后我们再换一只手合谷2分半就可以了。有没有说先左先右什么都无所谓吗？呃，就是祝教授的这个方法呢是没有分左右的，啊，但是传统来说，我们一般说，男女是稍微分的，就是嗯男性的话，因为属阳嘛，所以就先从左边开始；嗯嗯嗯女性的话就先从右边开始。嗯，对，嗯，这是合谷，合谷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还是同样的姿势，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嗯，就是我们就真的握手，握上，就好像握手一样哦去摇摆它。慢哦，一点，不需要太快，就你就真的是在和人握手一样，然后也不需要加力，你只要摆动的话，它这个穴位就是刺激。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朱教授认为它应该2秒钟刺激一次，嗯，所以我们不要太快，不要说这样，哎，对对对，使劲摇，
就是慢慢的上下上下上下。你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放在肚子这里，就相当于点按摩腹顺部了。便的是吗？对，我们就先做个50下吧。就好，直播的话，我们就不做100下了。我来数数啊，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好，直播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啊。对，冯老师，你做完有什么感觉吗？我觉得这里热了。啊，我是属于经络比较敏感的，因为嗯，常年练功啊，经常扎针灸。我是觉得就是做完以后，左手的这个阳经手背这一面，一直到头面这里是有点微微出汗的感觉，啊，有，有点发热。这里都热，整个这对，个是，整个手也热对起来。对对。对，那我们再继续做右手哎，我问您一下，啊。就是说，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要很集中注意力，还是说我一边看电视做也行呢？其实是最好是能集中注意对，力，比较单，但是你说就是我喜欢一边看电视啊，那也无所谓，其还是实。不做，做比不做好。对，总比不做好，而且就是你习惯了，就其实不用太多的心神分在这里面。啊，那您就换一下手，好，我就换成右手，你就换成左手嗯，我没事，我刚才啊，刚用那个，才用的好，对，还是先找到合谷穴的位置，我们就一定放着不用力了哈。不需要用力，对然后不要用指甲，一定是指肚这里。对，好，再做50下，一、二、三、四、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我就做推拿、做针灸用右手用的比较多嘛，所以看我这个右手明显就变红了。我来到镜头这里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两个手确实是不一样。左手的时候就没有变化，右手这里就明显红了一块，用的力量是一样，都不是太大的力量。我这个就哦，是很是区明显。别很大。对，然后呢，我做的时候呢，是会觉得就是外侧还有手背的这个筋膜有痒，然痒，后有这种感传的感觉，
所以我确实经络比较敏感，但是可能也跟我这个右手的以前的这种劳损也有关系，这个说不好。但是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经络反应。那可能我觉得还是有点修复的作用，要对对，不然它其实就是气不是也是血过去了嘛，对对对，这就是合谷穴。嗯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如果是用手机的竖屏来看直播的话，现在油管是有一个礼物功能的。这个礼物应该是你只要登录的话，就直接送1000钻石，这你可以换成礼物来送给我，这个是不需要花钱的。大家如果是用手机竖屏看直播的话啊，欢迎打礼物啊，感谢打赏。那我们就再讲第二个穴位。第二个穴位，我们一边讲一边弄的就稍微慢一点。大家自己的话做的话，可以学会了自己做，一般时间自己看着就行了，就是大概5分钟左右，左右手2个合谷穴就嗯哼可以了。它是合谷穴是阳经的，足三里也是阳经的，嗯哼然后内关是阴经，所以我们顺序也是从上到下，嗯上焦是合谷，中焦是内关，下焦就是足三里。嗯哼，刚好，然后呢，也是阳经、阴经、阳经这样嗯搭配，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对它的经络的锻炼保养都是很好的。那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是用我们中间的3个手指是腕横纹往上2寸，在2个肌腱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地方，也是用我们大拇指。那个祝教授他就是说，你就往下压就行了。嗯但是呢，自己就不是太好用啊。呃，我们呢就是说，还是说这样握手的方式，嗯嗯反手握过来，嗯然后也可以像刚才一样，就是这样上下，你也可以摁住不动，就是闭目数数也可以，然后我们按这个次数也可以这样。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比较推荐的，就是你如果确实身体有问题，或者是你的这个手臂受过伤，或者说有一些心胸方面的问题的话，它是分这种轻、中、重3种刺激嘛，就是一嗯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手放在这里，内关穴不动就可嗯以了，这是比较轻的刺激，然嗯后比较轻的对经络精气的一个激发。嗯，然后稍微重一点呢，就是我们握住之后这个叫握手嘛，就是上下摆动。动一下，这个和合谷方向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属于阴经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手掌心朝上，哦，这样我们刚这样。才合谷是这样哈，对，合谷是手心朝着肚子，哦，对对对，现在是看，手心朝着天。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呃手腕直接握住这里，然嗯后按住，稍微用一点点力，但不需要太用力，更多的是用这另外4个手指握住。握住嗯之后呢，用手掌也可以，握拳也可以，嗯，看你的习惯，然后转手腕就可以，这个手不动哈，就这个手内关这里不动，抓住就行了。啊，我们也是转50圈，这50圈我们就正着转，呃，50圈还不太好算，那我们就按60圈吧，就是嗯，正着转30，反着转30，顺时好，针30，反时针30。好，那我们开始，一、二，也不用太快，3、4、5，握的手也不需要太大力，6、7、8、9、转的尽量每个角度转到最大范围，哦，匀速就可以。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好，反方向转30下，1、2、3、4、5、6、7、8、9、10、11、12、13、14、15、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这个一般在我们按摩推拿里面叫做定点晕血的另一个就是叫动身疗法，就是我们点住一个穴位之后，通过远端肢体的活动来刺激经络。我这边也是也红了，我这就是比较敏感。大家可以看一下，也可以看他这个冯老师这儿也红了，我这个我没有你那么红。你这没有我这么明显。哎呀，这个显示摄像头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现实看是比较对，清楚的。好清楚你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刚才合谷弄完以后，手背这里出汗了，嗯，现在弄这个阴经的话，就是手心这一面就有一点出汗，而且是啊，到胸口这里肋骨这这里，里就有一点打开的感觉。现在我说话就是觉得左边的胸腔的肋骨就是打开、扩张的、舒张的这个感觉会更明显一点，嗯，右边就感觉相对就有点卡住或者憋住的感觉。就有对比了。就是我是比较敏感，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也跟你的身体状况有关系。你有什么感觉吗？哎，我就觉得这里感觉舒对对，服点，就是觉得胸口打开了，我倒没有开心了嘛，分左右，好像啊，就觉得这里整体打开了，对热了一些感觉，是，对，然后鼻就子有点出汗了。对每个人反应都会不一样。那我们再换个来另一只手哈，手啊，是3个手指这这个就大概的位置就行，嗯，包括就是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找的这个内关这个点，你可就差不多。能上下找一找啊，找一找是不是上面更紧更酸一点，或者上面更紧一点，自己自己看感觉。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内关这个位置，可能大多数人会有反应。是2个筋中间啊，对，嗯，你基本你手指放上去就肯定是覆盖上这个位置了，对然后我们手握住，对，就是握紧，稍微用一点点力，但不是说那种死死死劲，对，的那种，就是轻轻握住、固定住就可以了。嗯，然后我们握拳旋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换个方向，一、二、三、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好，你又做了，也是我这个就是比较明显会不反方变红。向吗？嗯，我说不反方向又我刚才反方向了。对，反了。啊，对，哎，我觉得这个手哈，嗯，就那个手没有做这个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拉扯，可能这个就是这边用用的少。的少。对，它这个我为什么主张大家转手腕这种方式呢？就一个是说这样更好使力，嗯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用力不太好用力的，嗯，但是你这样的话就很好的可以刺激到深部的经络，而且对你的手腕的保养也有一定的效果。对就是大家日常手腕其实手腕脚腕都是最容易受伤、最容易劳损的地方，但是好多人都忽略了。像你说的，就左手可能用的少，
哎，可能他就有一点受限，也没注意到，等到对对，发现往往就已经很严重了。好多人都是有腱鞘的问题啊，或者手指关节的损伤，这个同时也是对手腕的一个锻炼嘛。对，也可以试试，就是说我们用手掌就是这样，它就等哦，就是支点会不太一样，反正多试一下哈。多试一下，就看看自己更喜欢哪种方式都可以的。这些容易做哈，就你对干点儿什么的时对，候是的，都能做。就是我们握拳的时候，在里边大拇指还外面无所谓是吧？都可以的，都可以啊。看你的习惯。好的，握固的方式呢，就是会让你的这个桡侧的筋膜更紧一点嗯哼，啊，但是呢，就是你如果腱鞘本身已经有问题的话，这样做可能会不舒服，嗯哼哼，就是会牵拉这个桡侧的腱鞘。两个动作了，两个两个穴位了。穴位了。这个就是我做完以后就觉得，哎，两边就平衡了。啊，现在就是感觉说话的声音好像稍微有一点变化，我自己听的是有点变化，应该就是这个胸腔有点打开了。那可能别人听的不是太明显，但自己能感受得到。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要更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好多人就是练传统的，就觉得哎练半天没什么用，这是不是他这个方法不对？是你就是没有做对方法，和他这个追求不一样。那天王教主说老师傅教一些很多没用的东西，就是折磨人。这个有的确实是有这种东西，呃，就是骗来学生，就是折磨时间。然后，包括原来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父亲在北京开一个很著名的拳馆，老师傅嘛，就是传统武术这个东西就是架子很大，收了很多徒弟，因为确实也教点东西。但是呢，他这个儿子呢是从小没学的，啊，然后没学呢，最后大学毕业了找不着工作，我说那怎么办啊？说你要不然你来这个拳馆干吧。我说那我也没学过呀。这样吧，就这个拳馆关3个月，然后你啊，就闭门就练3个月，我就1对1教你。嗯哼，啊，就这么教他儿子，教了3个月，3个月完了，他儿子就从零就练了3个月嘛。然后他那跟了这个老师傅十几年、20几年的这些徒弟、大弟子什么的，打不过他儿子，为什么？就是教真东西了。哦，就是这样。但是呢，有些东西呢，就是看你的悟性，你的身体控制能力达不达到。你如果达得到的话，其实你去学那些东西，它就是折磨你的东西，它也不会说没有根据的去教，对对，也是能学到的。然后我去学了很多东西，有些东西明显就是感觉这个老师是在糊弄你。嗯哼，但是如果你有这种医学的知识，有解剖学的知识，然后你有这种现代运动的这个知识，你能看明白，然后你能练到身上，你对。可能你比他练的东西还就是要好。这个悟性很重要，就是他这个事情在做就是你是他要不要动脑子。对对对，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是那个李小龙出名了嘛。嗯，出名之后呢，就是这个叶问有的徒弟就说：“哎，师傅你这偏心眼儿啊，啊，为什么呢？我们这跟您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没小龙打得好啊？”然后叶问就说：你们这个不问问这个李小龙每怎天练多长时间的吗？李小龙有时候一天练拳的时间比你们好几个月练的时间都长，你就下班过来练1个小时，人家一天整天练，那能一样吗？对，他那个专注不专注很重要对呀，哈。就是过去我们就管这个武术，现在叫武术，这个其实被苏联阉割修改过的。以嗯，前我们都是叫功夫，对对对那功夫在中文里面就是时间嘛，就是你要真的是把这个1万小时用进去，用对心刻意去训练，你才对，能学到东西。就那个，而不是说我就比划这个1万色啊，比划对对对，耗时间，或者说我就跟那傻站，站桩就一个动作，想都不想，就老师让怎么教我就这么傻，一点儿不动脑子，那我觉得就很难学出真的东西来。还是要有心法哈。你要动脑子的，对对对，要根据你自己情况，随便聊两句。然后，上焦、中焦就是合谷内关，那么下焦其实下焦问题的非常多，现在因为大家现在生活方式嘛，都是腿用的少一点。对对，我先看一下直播的情况啊，看看大家有没有留言的，看看统计。
今天好像这个时间可能不合适啊，没有人留言。那我们就继续吧，嗯哼，大家可能看回放更合适一点。足三里呢，就是我们四个指，刚才内关是3个手指，嗯哼，都是同身寸，所以就用自己的手比划嗯是最准确的。啊，其实这个整骨疗法 orthopedic 他们就是内脏筋膜啊，还有一些疗法里面，他们也是用同身寸，但是他们不讲同身寸，他们讲说，哎，就用患者自己的手去对，对比，然后去量这个位置。就是这个，那其实和中医的概念是一样，就是对，你用你的身体的比例，它的发育胚胎发育阶段，就一定是能找到这个穴位这个点的。说到这儿，就是我学这个内脏筋膜疗法，嗯，它有一个点就叫查普曼点，就学中医的就一看这个点，哎呀，这不是华佗加己穴吗？哦，一模一样的点，就是只不过说从中医的角度，它发展出来就是华佗加己穴，然后前面那扁鹊加胸穴，啊，然后西方呢，就是美国他学这个整骨疗法的人，他有这种内分泌的知识，有这种神经的知识，有这种内脏解剖的知识，它就对应到这个脏腑功能叫查普曼点。查普曼是一个人，回头我有机会可以专门做个视频讲一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他是实践了一辈子，发现这个东西，最后差点就失传，啊，就是他去世了，这个东西没传出来，哦，但是他用的很好。然后他的妹夫嗯哼，在他死了以后，把他这些笔记啊整理，哦，然后出版了一本书，这样才慢慢被这个学术界接受，然后临床上越用越广，就发现哎呀，这个总结的真是太好了，有很多临床当中应用，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推广普及的很多了，哎呀，很有意思。殊途同归，是啊，就是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嘛，对对就是你对，从中医的角度，它发展出一套东西来；你从解剖啊，从这种生理学上角度，它就看出另外一个东西。但其实描述的是一个东西，对对而且都是能治病救人的。对，足三里就是我们说同身寸，自己的4个手指从犊鼻，就是我们的外膝眼，嗯哼，然后往下量，量到这是一个坐标，然后胫骨嗯，往外一个中指的距离，这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是一个大穴，所以它就往往不是一个点。对，我一般建议大家用2到3个手指，或者是用2个拇指嗯这样去做。这个呢也是可以，就手放在这里就行了。嗯，这是一种方式，不需要太用力，可以抓住自己的小腿，然后不需要用力，不要用这个指尖，就是指肚，两个哦手叠起来，这样这个压力就足够了。然后一定要再加强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脚腕，就和刚才内关是一样的。哦，对，也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转动，正反转，还有一种嗯方式呢，就是我们用结合，现在整骨疗法里面说的这叫踝泵运动，或者现在康复里面叫踝泵，就是它通过脚腕的这个屈伸，嗯哼，来让下肢的血液循环、下肢的肌肉筋膜刺激活动骶髂关节，嗯让我们这个下肢的血液回到心脏，所以嗯哼，它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哦，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足三里的穴位，就可以在这个踝泵的基础上，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3个手指放在这里，或者是抓在这个小腿这里抓嗯住，或者2个手，如果你手没力量的话，2个手不嗯需要用力往下压，就只要放在这里。然嗯后我们这个脚怎么动呢？就是大家如果开过车的话，就嗯，想象我是去踩这个刹车，稍微用点力，但是不要不得是，踩到底，然后对，慢慢踩刹车。你踩太急的话，车一下你就点头了嘛，就磕头哦，了。就是慢慢踩下去，然后嗯，慢慢收回来，慢慢踩下去，慢慢收回来。这个足三里，我一般建议大家如果做的话，可以2个一起一起，做，然后就哦，多做一点，因为我们手相对还是用的多一点，所对，以我刚才我们做50，那我们足三里就做100，嗯2个脚同时找到足三里的位置，也是上下左右找一找，找找你，哎，我这里好像更酸一点，更敏感一点，那我就是往下一点，不是说我一定要固定的一个点，对，看自己的身体感觉，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踩刹车，
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那我做完就是觉得这个腿好像变轻了一样，嗯，然后脚背、脚心都是有一点微微出汗的感觉。有点酸。啊，酸就是可能肌肉相对弱一点，嗯，但是嗯，做完了以后，就手虽然离开了，但是那足三里那地方好像还有个手在那。还有手对，在那种感觉。我看到可能是这个 TikTok 这边是能看到脚的，然后油管这边可能看不到，我侧过来做一下，就是就是一个脚尖翘起来，然后让这个离地，好像踩刹车一样，然后呢，不要真的踩到底，就是稍微留一点余地，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不要到头，就是留点哦，余地，都留一点余地。你到头的话，有的人容易抽筋儿，这个就不是对对，太好了。紧了哈。对，这是踝泵运动结合我们的足三里的点穴，可以再进来一点，那个是 TikTok 能看不到了。嗯，这是足三里。另外一提到我们说踝泵运动呢，就再多讲一点儿。这个踝泵运动呢，现在最近几年又有一个新的，就是比目鱼肌。过去呢讲就是刺激前面可能更多一点，嗯哼。但是现在呢，霍普金斯大学还是哪个大学，他有一个教授做了一个就是比目鱼肌的这个研究，他是本身是研究生理的，然后他就发现刺激小腿后侧深部的这个比目鱼肌啊，就可以提高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个肌肉的名字是吧？不是。对，而且呢，它是可以降血糖的。哦哟，这个重要。对，它和其他全身所有的肌肉都不一样，就是这个肌肉你只要按照特定的方法做了锻炼，嗯嗯。然后它是可以持续24小时再降低血糖，哦。提高这个胰岛素的敏感，然后其他肌肉都做不了，而且方法一定要对，方法如果不对的话，效果就很差。就是好多人过去就是说练体踵，嗯。就是我光是这个体踵，光体踵的话，就是你可能是后面这个腓肠肌用的多一点。对。然后他的方法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就不深入展开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再专门做个视频，详细讲一下。他就要求你做，但是往前做一点点，然后呢，一定是膝盖和脚踝是在一个垂线上面，膝盖和脚踝在一个垂直线上啊，明白。然后呢，就是让你这个膝盖和脚尖在一个位置，等于你的脚跟要稍靠后。微靠后一点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用前脚掌压力，嗯然后把这个脚跟抬起来，抬到最高点，嗯然后什么都不用力，自由落体让这个脚跟下来，嗯哼。
两个腿可以一起。如果不熟练的话，就是先练一条腿，然后要求1秒钟一次。就是你要摸到后面的肌肉不会太紧张。它就是如果是表面的这个腓肠肌紧张的话，嗯，用力的话，它的比目鱼肌就用的就少。你如果做对的话，它这个表面是不会太紧张，它是深部的这个比目鱼肌做，啊，那个比目鱼是在小腿肚子里边吗？里面贴着骨头，啊，所以稍微有点难度，要1秒钟一次。主要是节奏要对，然后方法要对，它才会有效果。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呢，就是它如果严格按照它的来做的话，你每天要做几个小时啊，才有效果，至少要30分钟哦，啊，然后它就才会有这种降血糖、提高代谢力的效果。不是说网上好多我看有些，可能为了流量，他这视频就说，哎，抖腿就可以降血糖，嗯，啊，你你不能说他说错，那确实是抖腿的有用，动作，对，但是呢，细节很重要。就是第一个，你要让它尽量完全，基本上属于这个脚背，它是一个垂直于地面的，完全伸展开的状态，然后是自由落体，1秒钟一次，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得专门练一练才行。所以好多人你光在这儿抖腿，他其实是刺激不到那个比目鱼肌的，达不到他那个提高基础代谢和降血糖的效果。就是我们这个提脚尖的那大拇指是弯的还是直的？直的，直的哈，哦，那对，这有点难度的。很难。对，但是认真练一练都是能做到的。我刚才是弯的，啊，对，它这样会有一点就感觉到那里拉扯了。对对，就是它深部的那个拉扯感。对，嗯，是是是。他是说对血糖啊，对血糖，主要是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有变化。就什么机理的哈，是机理现跟那个，在它有很多解释机理，那个教授他在油管上面也有一个频道，但我嗯，看没什么人看，因为他讲的太枯燥了。哦，讲了好多生化的原理，还有他做一些，这种，优化电位啊，还有一些精细的这个实验，就是他的实验室实验，还有找这种志愿者去做哦，他这种是说，训练，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嗯，但是就是方法要对，所以他现在没推广开呢，也是跟这有关系，就是难度门槛有点高，学习曲线太陡了，好多人对对，学不会。我看有人留言了，哎呀，感谢您这个认真在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那我们一般说血糖跟那个脾的功能有关系啊，但是不是跟脾经，跟脾跟肾有关系吗？对，是很中医来说，一般可能跟肾更多一点，对啊，肾阴虚会导致这种对，血糖的异常。脾更多的是一个结果，就是它的血糖异常之后，你的进食啊，你的消化产生结果造成脾出现，虚。对，对，这就3个穴位，就是312里面第一个三我们就讲完了。还有一部分呢，我补充一下，就是好多人说，哎，我自己做觉得特别别扭，嗯哼，就是这确实是因为从生物力学上来讲，自己给自己点穴，你很难用上力，或者是用力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是过度紧张了。嗯那我们一般就是建议找家人或者找朋友，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做一下，嗯就做一下。比如我拿个合谷做例子啊，嗯哼，就是找到合谷穴，不需要太用力，你放嗯，松就行。然后我们就握手，哦，1、2、3，这样我其实也不太用力，但是因为是别人在做，所以你的感觉可能会更强这个一点。力强，对，但其实我没太用力，就是对，就是这样。然后内关也是这样，内关5分多钟之后你就转就行了。哦，啊，对，这样就固定一点哈，对，嗯，嗯，就是可以再慢一点，不用太快，就匀尽量，速就行。对，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也可以增进感情嘛，就对对对，是家人啊，做呀，然后朋友做，然后也就一边聊天一边做就行了。然后而且你自己其实更省力，然后嗯，他给你做的时候也不用太费力的。对，晒太阳的时候对呀，搞一搞，就是对，挺好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在这个诊所搞活动。穴位不用找太准啊，就是大概的位置就可以，然后前后左右上下找一找自己的感觉，跟着感觉走，感觉对了，或者说没感觉也没关系，它大概的位置方位差不多就会有效果的，只要坚持做到量。像刚才冯老师他其实穴位也不是说那么精准，对对，但也会有感觉，认真做都没问题的，不用说找的特别精确，因为我们想用针灸针，它那么小的针，它需要精确吗？不需要精确，
那我们用手这么大的拇指这么大的面积，你摁上去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对，涵你盖很错也很难错的太多的，一定是有效果的。实际上它错也是在一条筋上。对，就是离穴不离经嘛，对对对，都会有效果的。我们讲完三个穴位，就讲到这个312里边儿这个一嗯呢，它是讲叫腹式呼吸，但是我看他这个朱教授这个，就说实话，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有太多这种传统的修炼上面的传承，或者说接触的不多。他就这个深呼吸、腹式呼吸确实是很重要。那他讲的呢，就是一个顺腹式呼吸。嗯顺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然后呼气的时候肚子瘪下去，就是正常的一个呼吸的状态嘛。一般来说，男性和小孩儿都是腹式呼吸多一点，女性可能胸式呼吸更是，多一点。嗯然后我们怎么把它调整一点，让呼吸有意识地深一点，让这个横膈膜能够降下去呢？呃，第一步呢，可以两个手，一个手放在胸口，一个手放在腹部，嗯然后我们尽量让这个胸廓这里运动的少一点，然后让我们这个腹部多一点，就是都是用鼻子吸，鼻吸鼻呼，然后吸气就是控制，就是胸廓不要动太多，然后肚子可以用力的把肚子撑起来。一开始你可能深呼吸不到那么深，但是可以通过你的肌肉意识控制，让这个肚子鼓起来，这样也算是顺腹式呼吸的。看又有人留言了，北美健康小站告诉你穴位怎么找，百度也很容易。对，穴位不是用太精准的，就是大概有个位置，有个印象，然后多试几次就可以了。我们不主张找的太精准，啊，大概位置就可以了。合谷、内关、足三里都是很大的穴位，当然，大家如果是身体有一些疾病，或者说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些其他的穴位，比如刚才我们也说了三阴交，如果你脚腕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三阴交的穴位。然后你其他的地方不舒服，比如胳膊肘不舒服，你也可以找一些肘附近的曲池啊、曲泽这些穴位。然后包括就是肩膀不舒服呀，那我们就是用云门呀，做这个肩颈啊，颈椎不舒服，我们也可以弄这个风池、风府，都是可以的。大椎就看你的身体状况，我们不是说一定说所有人都要这三个穴位，只是说这三个穴位它作为保健来说，上中下三焦都有了，而且按一定的顺序，阳经、阴经、阳经都刺激到，可以有很好的保健效果，也好记，也好找，也好使劲儿。哎呀，嗯我这个12条正经，任督二脉熟悉了就比较容易啊。其实五腧穴熟了就行了，好多穴位也用的不是太多。接着讲这个腹式呼吸，就一开始你可能你吸不到那么深没关系，你通过意识控制这个肚子鼓起来，肌肉把这个腹部鼓起来也可以，这是一种方法，就是通过鼻吸鼻呼，然后让腹部膨胀收缩，膨胀收缩，然后找到这个感觉，你做多了以后，它自然就是呼吸会越来越深。当然这个朱教授他讲的312，他建议大家还是平躺，平躺的时候呼吸就本身就会更深一些。对，然后日本的这种学者呢，他主张叫深腹式呼吸，就是我们注意力呢不要放在吸气上面，注意嗯力更多的放在呼气上面。然后呼气呢，就是你肚子要瘪嘛，然后瘪，瘪到瘪不了了，你就再停一下，然后朱教授他讲的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就不想太多，就是把它时间控制好就行了。强化呼气也是，他也是说，他的呢方法比较简单，就是吸气控制3秒钟，然后呼气控制6秒钟，就是呼气是吸气的1倍，就是为了让我们把体内的废气更多的排出去。然后呼气末呢，已经呼气呼了6秒，觉得体内没气，肚子也瘪下来了，嗯然后不呼不吸，停1秒，哦。不用停太多，停1秒就行，然后再吸气，停一下这个直播啊。
这个 Talk 这个屏幕不动，它要摁一下才能继续。啊，大家讨论的很多啊，蝴蝶兰，感谢啊，你这个对这个穴位很熟啊，这个大家一起学啊。作为保健来说，不需要太精准的穴位的，就是我们就当做按摩这个肌肉，按摩这个部位就可以了，它本身也会有经络的效果。所以，比如说，哎，我找不到穴位怎么办呢？啊，你就照着做就行，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有效果。嗯。所以平躺着深腹式呼吸就可以用这种，你就不要想说我吸气的时候怎么把肚子鼓起来，有的人找不到这个感觉，尤其是好多人他内脏脂肪比较多，肚子很硬，他就嗯找不到这个感觉，那你就找这个肚子瘪下去的感觉，让这嗯，个肚子往后背去贴，就是呼吸的时候去贴去贴去贴，就感觉贴到这个脊柱，贴到后背，然后停1秒，再吸气。就是吸和呼都要中间停1秒啊，就是不不不，吸呼就是吸就是呼。3秒，然后呼6秒，嗯，呼完了之后停1秒，那再吸吸吸完了不吸完了不停，吸啊，完了吸3秒就一就呼。二三就呼一二三四五六，嗯，我们试一下吧，我就不数数了，我们嗯，做10个，好。然后中间停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大家看直播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试一试啊，手放在这个胸部和腹部，坐着也好。如果你在家的话，也可以躺着试一下。如果是平躺的话，这种腹部的感觉会更强一些。来，吸气3秒，呼气6秒，停1秒，吸气3秒，呼气6秒，停1秒，吸气3秒，呼气6秒，停1秒。第4次，吸气3秒，呼气6秒，呼气末停1秒，吸气3秒，呼气6秒，呼气末停1秒，吸气3秒，呼气6秒，停1秒，吸气3秒，呼气6秒，停1秒，吸气3秒，呼气6秒，呼气末停1秒，吸气3秒，呼气6秒，呼气末停1秒。好，我们放松，恢复自然呼吸。看看留言，张景明教授的中医基础知识藏象学说啊，我没听过张景明教授的，回头去学一下。刘承之讲的经络学、针灸学，这些老师我都没听说过啊，回头我查一下。这个是朱教授的这个腹式呼吸，我是能觉得做完以后，他胸膈膜能够放松下来，然呼吸后深。对，明显这个胸腔的共鸣会更强一些。嗯腹式呼吸是
这样的，就是在传统单道里面，顺腹式呼吸叫做文火，然后逆腹式呼吸叫做武火，它是单道冲不同的关隘的时候用法不一样。好多讲这个单道的视频啊、书啊，就是故作玄虚，不太想讲这东西，没有那么神秘，就是一个顺腹式呼吸和逆腹式呼吸的结合，文火和武火，它不同的情况下用的方法不一样。那它这个停顿也是有讲究的，传统的这个腹式呼吸它是没有停顿的，但是9种呼吸法里面它是有停顿的。那昨天我看冯博士在我这个视频下面说，他看这个《鬼灭之刃》，然后看到里边有这个日之呼吸、月之呼吸，然后他上嗯网查呢，说发现这个日之呼吸、月之呼吸在这个传统里面是有原型的，这个确实是日本的武士道里面，它的剑道还有柔道里面、空手道里面，它都是有这种配合呼吸法的，好多都是不传之秘，就是你得到一定程度，他老师才教的，就跟传统武术差不多。但是做不到漫画当中那么神奇的效果，说让身体燃烧啊，或发出各种这些功能，这个做不到。但是它确实是能够提高人的这个专注能力，然后让你的身体机能能够发挥到更大的效果。简单来说，日之呼吸和月之呼吸呢，你如果是按现实的呼吸法来分类，它就是分成这种一种是我们可以叫做强化、增强阳的部分，或者是增强阴的部分，就是你是壮阳还是滋阴。像刚才说的这种朱永祥他讲的这个腹式呼吸呢，它是呼气末停1秒嘛，嗯其实可以停更多的，要看身体能力。大家也不用说，哎，我这控制不好，我要看着这个表看3秒、6秒停1秒，不用那么精确，你就是大概数数就可以。然后快一点、慢一点，你只要保证吸气、呼气它是一定的比例，嗯就是呼气是吸气的1倍，嗯然后我们再停一下，正好是10秒钟嘛。那你就等于是强制一次呼吸是10秒钟，那你1分钟呼气就是呃6次嘛，对对对对吧？如果你要再慢一点呢，那可能就是4、5次对，啊。然后你要快一点的，那可能就是7、8次，那比正常呼吸就是慢很多了。那嗯你的这种新陈代谢就会有变化，你的心肺功能也得到锻炼了。所以不用太在意那个精确的时间，就是大概的，就是3、6、1就可以了。对，然后停顿呢，它在呼吸末停顿，在传统呼吸法的分类里面，就是属于是滋阴的哦，啊，就是属嗯，于是或者说我们叫月之呼吸一类的吧，就月之是像我们之前视频里面讲的这种月光呼吸法，还有采月华，它就是这一类的啊，实际上都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呼吸停顿，就是我们呼气末停顿。你如果想加强这个滋阴的效果，就是停顿时间延长一些。那阳的这方面呢，就比如金光咒的呼吸法，还有峨眉里面重吹功的，它就是吸气之后，你这嗯个气停住，在体嗯内停住，闭气，闭嗯的时间长一点啊，当然也不用特别长，你如果能力不行的话，你停1秒，它也是停了，也是对阳的部分，就是吸气的部分强化，它就是提高这个人的阳的这方面的嗯阳气方面的东西。所以它就是现实当中的日之呼吸、月之呼吸，大家可以按这个分类，找自己适合的方式。刚才我们说的腹式呼吸了，你说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怕冷的人，然后血压也低，然后平常就特别喜欢晒太阳，特别弱，特嗯别怕冷，那你就可以改一下，就是我吸6秒，然后停1秒，然后呼3秒，然后再吸，就是我们强化吸气，那你这个阳气这块就会得到加强。但是大多数人说，好多年轻人现在熬夜熬的比较多，睡眠不足，然后阴虚的情况比较多，那就是我们用祝总祥，教授的这个，或者说我是年纪比较大，我这个明显阴液不足了，阴虚的状况，或者刚才说的糖尿病，嗯哼这个都是阴虚的比较多，那你就是应该是这种就是呼气末停顿，然后滋阴的更多一些，就是看你的身体状况。当然，相对来说，就是滋阴的适应面更广一点，出现副作用的情况更小一点。强化吸气呢，好多人是一开始会有点不适应，就是大家不要勉强，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适应能力，停也不要一开始就停很长时间，停1秒它也是停，也会有效果。这是这个答应这个冯博士说今天直播简单讲一讲这个阳之呼吸、阴之呼吸，但是和这个动漫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呼吸法是简单来说是这样。
但是你要深入的讲这个呼吸法，就普通人就可能很难练了，我们就不讲太多了。嗯，大家聊什么呀？嗯，好，TikTok 啊，这个邀请这个连线做不了，我现在油管还在同时直播，哪天只做 TikTok 的时候，我们可以连线了。那我们今天就讲了，312，讲了3个穴位，讲了一个腹式呼吸，最后就讲二。嗯哼，好多人老是记不住这个312这二是什么，因为哎3个穴位好记，一个腹式呼吸也好记，二老想是哪两个？它嗯哼，不是哪两个，它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说我们的两条腿，嗯哼，就是我们要增加两条腿的运动，因为现代生活方式嘛，就是大家这个下肢用的相对比较少，对普遍都是下肢力量不太够的，久坐、开车，然后走路少，就造成下肢的很多问题，对，进一步影响我们这个骨盆、脊柱、核心。那我们就是祝教授呢，他就是讲了25分钟怎么来的呢？每天25分钟，就是刚才3个穴位，嗯每个穴位5分钟，那3个穴位就是15分钟，嗯哼，然后再加上5分钟的腹式呼吸，这就是20分钟20，了，还有5分钟就留给我们双腿。嗯哼，他的建议呢是说，每天做5分钟的深蹲，深蹲，对，就是蹲下起来，蹲下起来，啊，不停做，不停做5分钟。哎，你可以停，你比如我做20下休息明白，一分钟，然后做20下休息一分钟，5分钟那我也能做100下了，啊，对吧？就是不是说，哎，我能做10下，做11下我就膝盖就疼了，那就做10下就行了。不是说一定要追求量啊，追求啊我要负重吗？不嗯用负重，就是你嗯看自己身体状况。你说我比较年轻，我希望我的下肢更有力量。像刚才我们说的，我是久坐办公的，我拿不出这个时间来，我也不喜欢做深蹲，或者我蹲不下去。嗯，那我们刚才就你踝泵运动，每对，天你坐着办公的时候想起来就做几下，做几分钟，然后我们做这个比目鱼肌都是一嗯样的，都是可以对下肢很好的锻炼，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强调说只能深蹲啊，可以深蹲，深蹲是很好的锻炼，我每天也做200个啊，但是我也从中受益了，但哦，是看个人能力，不是说一定强求的。因为朱教授他的这个推广的时候就说，哎，说你年纪大呀，或者说你膝盖有问题，或者你的力量不够啊，控制能力不够，你如果做下去，动作变形，那反而是一种损害。嗯哼，不能像说有的这个心脑血管专家一说，见到所有病人都说，啊你每天要走1万步，走1万步，你心脏可能是好了，但你这个膝盖就废了。对对，啊，1万步这个东西呢，特别有意思，它不是医学专家的建议，它最早是日本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一个运动员，政府推广的一个做计步器的啊厂家，他提出来的啊，每天1万步，这个口号好记吗？啊，其实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每天大概有5、6千步运动量就已经够了。这个我有体会，我一走1万步之后，我觉得已经过了，就是运动变伤害了。对呀，就变成伤害就大于受益了。对，就睡也睡不好，就好像反正嗯，就不太舒服。不要但是勉强，不要勉强。我在想四十五对分钟左右，我觉得就 OK 了，六对，千步，6000步就是45分钟到1个小时。对，嗯，多了没有意义，我觉得。多了可能损伤更大。反正我认识很多人哈，都是嗯，过度运动的伤害比那些不运动就好像我执太强了，对，太就是偏执于约束力特别对，强。就是太偏执于这个方法，或太偏执于某个观念，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灵活选择方法这个是，啊。就是我走3000步，我觉得够了，那就可以对了，走舒服了就行了，不是说我一定要追求那个数字。你的目的是为了你的健康，不对，是为了达到那个数字。深蹲也是这样，就是我每天我就能做10个，嗯，可以了。我早晨做一个，中午做一个，晚上做一个，我就做3个，那总比不做强。你深蹲呢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说让你的下肢的所有关节都达到一个完全折叠住，然后再嗯，完全打开的一个效果，嗯哼嗯哼，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然后之前我们讲的这个，相扑的基本功，手四股、四股踏步，这嗯，个其实我觉得比深蹲更适合大多数人。哦。啊，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直播回放，动作也很简单，但是全身都可以锻炼到。
然后祝教授他讲的就是两脚与肩同宽做深蹲。嗯哼，我觉得不用这么死板，就比如说，你像我家里人，他本身膝盖啊、下肢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做不了深蹲，蹲不嗯下去的。嗯，那怎么办？我建议呢，就是说，哎，你就不要练深蹲了，你找把凳子，每天就是坐在凳子上起来，然后坐下去，起来，坐下去，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没有太多负担。你说我对对，起坐10下，我的下肢的肌肉也得到锻炼了，下肢的关节也得到锻炼了，这就可以了。不是说我坐在这儿一坐坐一天，对，完全不动，那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对老年人或者对你下肢有问题的人就没什么负担。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哎，我们就找两把凳子接近一点，然后我从这个凳子挪到这边，然后再挪到啊，这边来，这也是一个锻炼。对对，就比深蹲的强度呢小，但是对关节的保护也好一些，然后也能起到锻炼的效果。就不要说偏执于说我一定要方法。如果要深蹲呢，我加上我自己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深蹲的动作再精细化一点。如果大家选择做深蹲的话，第一步呢，先不是说，做是很重要，但是关键是要掌握方法。嗯哼，你动作如果不准确的话，就很容易伤到关节，伤到自己，就变嗯哼，成运动损伤了。第一步建议大家就是先蹲下来，蹲下来之后呢，你感受一下，嗯哼，感受一下我的大腿、小腿嗯前后、内外有嗯没有紧张。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蹲下来，有的人蹲不下去，是，然后蹲下来之后呢，不要着急起来，嗯，我们先挪一挪，挪近一点，挪近一点之后呢，哎，就发现，哎，怎么又不好像一样了，又不一样了？那我们再挪远一点，感觉又不一样了。然后动一动我们的脚尖，找找这个位置，争取找到一个什么呢？找到一个腿的左右前后都是比较放松的状态，不哦，会说过于紧张。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在下肢的结构、关节结构，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要着急起来。嗯怎么起呢？我们把两个手伸直，伸到最前面，往完够到最前面，然后把手竖起来，形成一个虎爪，好像扒着一个东西一样。然后把这个东西扒下来的同时，站直身体。有没有说要正直起还是无所谓，你只要是有这个感起觉就可以了。来就行，对，啊，然后下去的时候怎么下呢？就是我们把手大拇指朝上竖起来，就是身体是往下的，但是手是往上的，这哦，样就能保证我们的脊柱是直的。对对对，来，慢慢蹲，不用说追求速度，蹲下去，然后再把这个抓住，身体起来。眼睛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站着的时候，找一个视线水平或者略高一点的一个点，嗯哼，然后眼睛一直盯着这个点，不管你蹲下还是起来，一直看着这个点，这样我们的颈椎就会跟着动。哦，对，还是身体两边大拇指朝前，然后眼睛盯着这个点，蹲下来，手伸直，然后换掌，眼睛还是盯着这个点，起来。这就我觉得这样做深蹲，你做10下，可能比你做个30下效果会更好。你全身的锻炼更稳定一些，全身都锻炼到，而且它的力线会更科学一点，更不容易损伤。这是比较传统的练法，效率会更高。所以大家不要追求速度。有的人说我做100个，多长时间之内做完？你做快了，或者是疲劳了，你的动作可能就变形了。所以大家不追求这个速度，也不追求负重，保证我们的膝盖、身体关节都是放松的。然后我们这个视线呢是一个定点，这样你的脊柱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把注意力放在手上，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找到一个匹配的、合理的一个动作轨迹。嗯哼嗯哼，这就是传统练法就是这样的，它里面是有科学原理在的。但是你如果这个老师傅不懂呢，他就告诉你就先做100个再起来。
那你找到感觉你能做对，你找不到感觉，你可能你就白做了，练伤了，白做了，还练伤。你这练伤的更多呀。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就是你找定一个点，这对，样你这个脊柱就是有上下嘛，就是这个，是的，对，这个挺，所以我就说有时候这个方法哈，啊，你经过你这么一变化，它就不一样了，然后都就是照顾到了。结合一些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知识，就是把这个方法呢更扩展一下吧。对对，不一样，我们在这个祝教授的基础上，扩展一下您这出画面了。变那个段教授了。没有没有没有。好，我们看一看啊，滋阴的主穴太溪、三阴交、肾腧、绝骨啊，都可以。滋阴的话，看是什么经络，它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手三阴也是很重要的。足三阴有足三阴的效果。好，这个312锻炼法我们就都讲完了，就是3个穴位，然后一个腹式呼吸，然后2条腿的运动。如果大家确实做不了深蹲，那就试一试刚才我说的，你就从座位上起来坐下，或者说2个椅子你就左右倒一倒，嗯，啊，或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踝泵运动，动一动脚腕，啊，踝就是脚踝的对意思，是不是？脚踝，对我其实刚才想半天，不知道哪个，然后是水泵的泵水哈，泵的泵。对，啊，然踝泵，后如果再说，那就至少你要散散步，每天25分钟的散步，不是说你要一口气走25分钟，可以分散，早中晚2次3次，25分钟走够，差不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概3000到5000步，啊，这个运动量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足以起到保健锻炼的效果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么多，您还有什么问题吗？就跟着练了一遍下来。我觉得挺舒服。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蹲呐，是不是有什么？我看，人家说站桩什么都是要，比如说膝盖不要过脚尖呐、什么这个我们蹲没有什么所谓，放松就行了哈。理论上是这样，就你按我刚才那样做的话，就第一步我们就是为了找那个脚尖的角度，还有腿的宽度，嗯哼，就是为了让它下肢是处于一个平衡放松的状态。哦，然后我们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手上，你一般就很难是超过脚超尖的。过脚跟，对，但是有的人他可能脚踝比较紧，或嗯者说他的腰有问题，嗯他可能确实是容易一蹲下就超过。另外呢，还有的人他是因为下肢的比例问题，就是他这个大腿骨特别嗯，长，哦，或者是小不好，腿骨它的比例的问题，它可能就一定会超过脚尖，那哦，是没关系的，只要是你是感觉舒适，舒适、嗯舒适放松为度，就是不是说一定是怎么就不行的。然后主要是控制我们尽量让这个身体重心在2个角中线中点的位置，不要哦，往一边偏。好多人是特别容易一蹲就往一边偏，这样你一条腿负担就更重一点，另一条腿负担轻一点。那可能你对那个目标就找一个终对，点，这个是很对重要的，就是对对对，我们的眼睛，视线定位对，啊，视线定位，然后再加上你注意力放在手的动作上的话，你的下肢还有你的脊柱会相应的找到一个更合理的、更平衡的一个点。它的动作轨迹就更合理一些，就不用太关注太多细节。主要是我们不追求那个数量和负重，嗯哼，也就更好控制。然后我们就开始从，比如说，我就做，每组做1下，嗯哼，然后我做10下，做10组，我分成几次做，都可以的，不是说一定我一下做100下再起来。就我看这个启发就是那个有个新闻嘛，就说美国有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女嗯士，嗯哼，她就是工作太忙，但是呢又想做运动，通过运动来改变身材，改变身体健康，她就选择做俯卧撑。啊怎么做呢？每天做一个，啊，每天都做一个，对，每天做一个。比如说你这个开玩笑的吧，你每天做一个能有什么效果呀？她坚持了1年，有效果，一开始就是那种手颤颤巍巍的，根本就起不来。做了1年下来，真的就每天做一个，认认真真的做一个，啊身材就变得很好了，然后健康指标都变好了。这个是见到新闻的，他的照片也能看得到。我哦，想的就是他不是说光靠这一个俯卧撑达到他的目的。第一个，他坚持做了，他能看到说，哎，我原来做不起来，后来能做起来，后来很轻松的能做起来。然后他每天坚持这一个目标之后，他也会方方面面注意，我吃的更健康，我注意睡眠，我注意休息，工作压力不要太大。所以呢，就是我们先从简单的目标，
什么运动最好？就是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就是最好的。对，这个对，就我之前讲游泳，为什么说游泳不好呢？就是难度门槛太高了，我就学不会，我就从小到大学了无数次了，就是学不会游泳。那你非让我拿这个游泳去做一个长期坚持运动，我就没法儿坚持。对对对，然后有的人说我们这城市列治文俩游泳池，嗯，去了都是下饺子一样，那不舒你服哈。你你游不开呀，那你怎么达到你的锻炼效果呢？对吧？那你说我家里有游泳池，那你要洗澡吧，你要换水吧，你要消毒吧，都是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简单方说便。简单，大家能够长期坚持执行，这也是我今天讲这个312的一个原因。就太简单了，你就三个穴位，你说我312，我就选三个穴位，我就每天揉三个穴位，可不可以呢？我的腹式呼吸我掌握不了，你不做就可以了。说我下肢受伤，我坐轮椅的，我走不了这个散步，我没法做深蹲，那我这才要三个穴位就可以了，对，对吧？那你说，哎，我长期卧床，我起床都起不来，那你做个腹式呼吸总能做得了吧？其实这个呼吸作用都很大。都有效果的。然后我找个家人帮我每天三个穴位按一按，5分钟，三个穴位就是15分钟，这个时间总能抽得出来的。这个提醒我回对啊。家帮我妈就做几个穴位。对啊，您说您儿子这个工作比较忙，嗯，那我电脑前面我定一个闹铃，1个小时我起来做5个深蹲，做10个深蹲，对，那也就是效果呀。只要有变化，它就是会有效果的。而且他就有这个意识了哈。对呀，而且它这种东西就是真的是可以即时反馈，你只要坚持，你坚持一天有一天的效果，你坚持1个礼拜，我就主张大家如果是做312或者做其他的锻炼的话，大家找一个日记本儿，就做一个锻炼日记、练功日记。哎，今天3月6号几点几分？哎，我做了312里面合谷、内关、足三里，啊，揉了15分钟，做了5分钟深呼吸，然后做了10个深蹲，然后合上吧，今天踏实睡觉去了，完成任务了，就跟做游戏一样。游戏不就是你接一个任务，然后我完成了，打一个勾儿，然后第二天啊，3月7号几点几在分，哎，我又做了什么？3月8号出去玩了没做？哎，空过去。啊，你过了1个月，你看，哎，我坚持了几天，做了多少多少，啊，空了几天，啊，你坚持几个月，坚持半年，坚持1年，你就会看到结果，而且你的坚持的越多，你的成就感越多，你就更容易坚持下去，就形成习惯了。很重要。我做深蹲就是装了一个 APP，然后每天做多少记一下数，然后你一自己看打卡，天天打卡。写上，自己写上。对呀，哦，嗯，这个我觉得是我对每天也是打卡写作业嘛，对，我是读书哈。啊，就是有这个东西，你就每天就到那点儿，你就时间开始看。就形成习惯了。对，挺好的。嗯，时间长了，你的气息还是好很多。对呀，我以前说话什么的会很喘嘛，就是读个东西，啊。现在读10分钟、20分钟都没事儿了。挺好，这个就是朗诵和阅读，就是有这个调整气息嘛。以前这种儒家他们念书就摇头晃脑这些，吟诵都是有这种锻炼效果的。我们原来高中那个语文老师，他是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他是私塾出来的，他就真的是会吟的，会吟诗哦，的，就真的是很好听，而且就你很有感染力，他们你嗯哼，学不会，就是这个时代已经没了，我觉得会的人也不多了。包括我看这个香港、广东那边，他有这种拿粤语读古诗啊，你觉得音韵肯定是比普通话更好一点，但是他那个感觉跟我原来听过我语文老师他们这个吟诗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不也，我也是中学有个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什么啊。“城阙辅三秦”什么，对，就是不一好，样。我们看看线上的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先结束，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明天的直播我简单讲一讲那个 BC 省这个夏令时吧，最后一次调整，讲一讲它的历史，聊一些小趣闻，不会太长，下午简单讲一讲，大家时间不方便就看回放就可以了。好，那再见，感谢大家的收看，结束直播。